每日中文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珊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。王老师，我不想活了，快给我一块豆腐，让我撞死算了。怎么了？上集咱们不是说好了要面对社死现场吗？别提了，那个社死现场真的发生了。昨天我去一家中餐厅，我想点水饺，结果老板用一种非常惊恐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说：“美女，我们这里是正经餐厅，不提供这项服务。”不行了，让我先笑一会儿。林珊，您是不是把水饺说成了睡觉？好像是吧？我就说我想睡觉。哎呀，太丢人了！为什么我明明觉得我说的很标准，他们就是听不懂，甚至还会误会？别难过，林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沉重话题。为什么中国人听不懂我的普通话？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。其实原因不只是发音那么简单。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太像外国人，他们有心理防线？也许有一点儿，但主要原因有3个。让我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分析。第一个原因也是最致命的，那是声调的锅。又是声调，我知道声调很重要，但我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。在中文里，声调不仅仅是好听不好听的问题，它是决定生死的问题。就像你刚才的例子，水饺3声加3声和睡觉4声加4声，拼音字母完全一样，只是调子不同，意思就从食物变成了生理需求。哇，这也太可怕了！那我怎么知道我哪里错了呢？我觉得我模仿得很像啊。这就是所谓的洋腔洋调。很多外国人说中文习惯用母语的语调，比如在英语里，句尾上扬表示疑问，但是中文里，如果你把妈1声读成了上扬的麻2声，那就变成了麻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我说中文不能带感情，要像机器人一样吗？不，是要带正确的感情。我们要练习声调组合。林珊，你是不是觉得单个字读得还行，但连成句子就乱了？对，单个字我会，连起来舌头就打结。这就是语流音变。比如2个3声在一起，第一个要变2声，你好变成你好。如果不掌握这个，中国人听起来就会觉得很费劲，像是在听乱码。懂了，声调是第一大杀手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？第二个原因，你说的全是教科书中文，而不是生活中文。教科书中文？难道书上教的是错的吗？没错，书上是对的，但是太正式了。林珊，你见到朋友通常怎么招呼？我会说你好吗？停，打住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中国人很少说你好吗？我们只有在很久没见或者对方生病的时候才这么问。啊？那我该说什么呀？我们通常说早、嗨，甚至熟人之间就是一个眼神，说个嘿。如果你对一个快递员说你好吗，他会觉得你很奇怪。天哪，我一直像个外星人一样在说话。还有一个例子，你想表达 goodbye， 你会说什么？再见，这个肯定没错吧？也没错，但有点严肃。现在年轻人口语里更常用的拜拜或者先走了啊。如果你在巴黎跟朋友告别，用标准的播音腔说再见，那个画面感你可以想象一下。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看来我要把课本扔一边，多看看电视剧了。对，要学接地气的表达。好，接下来是第3个原因，中式思维和西式思维的冲突。文化逻辑。对，有些时候你的发音没问题，但你用的词在那个场景下是不对的。比如你想夸一个中国女生漂亮，你会怎么称呼她？我会叫她小姐 ，Miss 嘛。哎呦，这个要小心。虽然在台湾或者一些正式场合可以叫小姐，
但在大陆的某些语境下，小姐可能有不好的意思，指特殊行业。为了相信安全起见，现在大家都叫美女。美女听起来好花痴啊！这就是文化差异。在中国叫美女、小朽其实就是普通的 excuse me。你去餐厅喊服务员，也可以叫小朽美女或者叫服务员，千万别大声喊小姐。幸好老师提醒我，不然我又要在餐厅社死一次了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式思维和西式思维的冲突。你想表达 I want to play with you， 你会怎么说？我想和你玩。可可，这个如果是小孩子之间说没问题，但如果是成年人，尤其是异性之间，玩有时候有暧昧甚至玩弄感情的意思。真的吗？那我应该怎么说？你应该说具体的事情，比如我想和你一起逛街，我想和你一起打游戏，不要只说一个光秃秃的玩。中文真的太博大精深了，到处都是坑啊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中国人听不懂你，通常是因为第一，声调跑偏，水饺变睡觉；第二，说话像读课文，只会说你好吗；第三，用词不符合文化习惯，比如乱叫小姐。老师，那我该怎么自救？我不想再看到服务员那种惊恐的眼神了。我给你3个急救包。快给我！第一，模仿，模仿，再模仿，不要只看书，要看电视剧，找一部你喜欢的中国生活剧，模仿里面人的语气、语调，甚至是表情，这叫影子跟读法。懂了，我要变成复读机。第二，把纠音当成头等大事儿，找一个中国朋友或者用手机录音，一定要让他或者她严厉地指出你的声调错误，特别是那些你以为你读对了的字。也就是要找一个魔鬼教练。对。第三，脸皮要厚，听不懂没关系，换个说法，或者用手比划，甚至写下来。沟通的目的是理解，不是考试。手比划我也擅长。最后，林珊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你，其实有时候中国人听不懂你，不一定是你的错。真的吗？那是谁的错？因为中国太大了，很多中国人自己说普通话都有带着严重的口音或者方言。一个北京人和一个广东人说话，有时候也得考猜。哈哈，原来连中国人自己也有听不懂的时候。没错，所以放松，只要你敢开口，你就已经赢了一半。谢谢王老师的安慰，我觉得好受多了。下次去餐厅，我要自信地走进去，大声说：“帅哥，给我来一份水饺，吃的那个。”加上吃的那个是个明智的选择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因为中文发音闹过笑话，或者有没有遇到过中国人听不懂你的尴尬时刻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社死经历，让我们一起哈哈大笑，然后一起进步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里有最实用的中文生存指南。下一集我们将继续给你的心理建设添砖盖瓦。很多人因为怕说错而不敢开口，其实犯错就是最好的老师。下集题目是：别怕，那些年我们说错的中文，如何从错误中快速进步？期待下期再见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